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生日牌面炸裂，8成大屏齐亮，腾讯专栏上线，全网记住女王回归。10月16号那天，赵丽颖过生日，整个网络都炸了，不是夸张，是真的炸。陆家嘴那片高楼林立的地方，整栋写字楼的灯光全亮起来，就为了打出一行字：赵丽颖生日快乐。外滩夜景里，这句话比黄浦江的波光还抢眼。奢侈品牌科兰黎布光包下灯光秀，连全国门店的 LED 屏都统一换成了她的生日应援画面。这牌面不是顶流谁信？腾讯专门开了生日专题页，另外2大视频平台也掐着0点准时送上祝福。品牌宠她，平台捧她，但最戳人心的还是粉丝。8座城市同步为她庆生，每一场都像精心排练过的小剧场。郑州的粉丝直接用人拼出新型，一边合唱一边喊她颖宝。厦门那边端出了一个飞天视后主题蛋糕，还做了她的专属手办。南宁干脆下了一场花瓣浴，浪漫的让人想立刻买票飞过去。沈阳更绝，8分钟无人机表演，夜空中缓缓拼出她的名字和生日日期，大屏轮播她的影像，街头巷尾全是她的角色长卷，从花千骨到许半夏，一路走来的每个角色都被粉丝一笔一画记在心里。她自己也没闲着，发了生日动态，光蛋糕就摆了仨，一个双层的，上面全是小动物，周围堆满鲜花；一个亮闪闪的聚光色蛋糕，还有一个干脆插满了花，看着就香。她穿了件黑色吊带，外搭白外套，头上顶着生日帽，脸上架着彩色墨镜，笑得眼睛都弯了。旁边还有一碗长寿面，荷包蛋圆得像满分答卷。好友王一瑶也在现场，侧脸抱着花的照片里满是温馨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场面，我第一反应不是她好红，而是她值得。从农村姑娘一路拼到一线顶流，没靠背景，没炒绯闻，就靠一部部戏，一个个角色站稳脚跟。现在品牌抢着合作，粉丝真心守护，不是偶然。有人觉得明星过生日太铺张，但换个角度想，这哪是铺张？这是他用10年努力换来的回响。灯光、蛋糕、无人机、花瓣浴背后是无数人愿意为他花心思、花时间、花钱。这不是炫耀，是被爱的证据。而他坐在蛋糕前那个笑，干净又满足，像极了当年那个在剧组啃馒头还说我不累的姑娘。只是现在，全世界都愿意为她点一盏灯。今年赵丽颖的生日几乎成了内娱的一场盛典，8成大屏同时点亮，线下人潮如织，线上热搜不断。腾讯更是罕见的为她开启专栏专题，从粉丝自发的应援到平台层面的助推，全网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这位国民女神送上祝福。这样的牌面不只是人气的体现，更是一种沉淀多年的人心与信任的回响。有人感叹，赵丽颖从不说自己是顶流，但她的生日告诉了所有人，真正的顶流从不靠喧嚣，而是靠底气。双引号。细数这些年的赵丽颖，她早已不再是那个只靠甜美外表被记住的陆贞或花千骨，而是用作品和坚韧，一步步走出了属于她的路。从知否到幸福到万家，从谁是凶手到在人间，她的角色在变，她的能量也在变。每一次亮相都能看到成长的印记，每一次沉默背后都有她认真生活、认真工作的影子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，当她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份敬意与温柔的共鸣。这次生日的8成齐亮，不仅仅是粉丝为她准备的视觉盛宴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延续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武汉、西安、杭州、重庆8个城市的灯光同时点亮，汇聚成无数个赵丽颖时刻。每一块屏幕上闪烁的笑颜，都像是在告诉人们，岁月流转，但她的努力与温暖从未褪色。那些从10年前追随她的粉丝，
如今也早已步入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却仍在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支持，那是一种不需要言语的默契，是时光赋予的双向成就。更令人动容的是腾讯专栏的上线，一个平台级的庆祝动作，不只是简单的商业合作，而是一种行业认可的信号。在流量更新换代如此迅速的今天，能在稳扎稳打中依旧保持高热度与好口碑的演员屈指可数。赵丽颖做到了，她不靠炒作，不制造矛盾，也不迎合潮流，而是用作品说话。而当观众发现一个演员可以在各种类型中游刃有余，还能持续传递积极的能量，就会明白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场生日排面其实也折射出现今娱乐文化的变迁。在追逐流量的时代，赵丽颖的粉丝群体却在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守护偶像。他们不先骂战，不制造争议，而是用创意、温度和秩序表达爱。这份理智的支持，也让赵丽颖的公众形象更加纯净、有力量。就像有网友评论，她教会我们，追星也可以是一种美好的修行，让人更温柔、更坚定、更有力量去生活。双引号。当我们回望赵丽颖的路，会发现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反内娱气质。她不争不抢，却总能成为话题中心。她不张扬，却每一次出现都足够亮眼。这样的存在，正是当下娱乐圈最稀缺的真实。她的努力，她的成长，她的情绪与笑容，观众都看在眼里，也因此更加笃定地爱着她。或许，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生日都成了一次全民参与的温柔庆典。而对赵丽颖来说，这样的热度与祝福，不仅是荣耀，更是动力。她曾说过，我不想一直被定义，我希望用角色去证明自己。这句话如今已成为她职业生涯的注脚。从农村少女到当红女演员，再到制作人，她不断突破自我边界，也在无声中为无数普通人点亮了希望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努力不一定立刻被看到，但时间终会替你发光。在无数光影闪烁的屏幕前，赵丽颖的笑容依然真诚而宁静。那是一种经历了风雨后的淡然，一种对生活的柔软理解。她的存在不只是娱乐的象征，更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共鸣。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，看见她依旧热爱，依旧温柔，就像给自己也注入了一点力量。她让人相信，哪怕生活不完美，也可以活得优雅而坚定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赵丽颖生日排面炸裂这句话时，除了感叹她的影响力，更应看到她背后的沉淀与力量。那是岁月酿出的底气，是努力换来的尊重，也是她与粉丝之间最纯粹的情感纽带。她的生日不只是属于她的节日，更是无数人心底的一束光。或许，这正是赵丽颖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她始终没有被娱乐的喧嚣吞没，而是在光影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柔力量。她不只是被喜欢的对象，更是一个让人学会自信、坚持与善良的榜样。正如有网友所说，追赵丽颖不只是追星，而是在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双引号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这一刻，她已经照亮了太多人的生活。愿她继续做那个温柔又坚定的自己，带着光，带着信念，去迎接更多的角色，更多的故事。也愿每个被她温暖过的人，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发光。因为真正的女王回归，不是牌面有多盛大，而是她的笑容依旧真诚，心依旧闪亮。王一博一日四喜。从 LV 到百雀羚，横跨国际与国货的顶级品牌收割机。王一博同日代言4大国际品牌，从奢侈品到国货，折射出国际品牌正通过本土化策略与年轻消费者深度对话，创新营销模式重塑市场格局。王一博一日连揽4大领域国际品牌的中国市场新策略。今日，路易威登在微信和抖音平台开启全球男装首秀直播，香奈儿发布限定短片，宝马推出纯电旗舰车型，
百雀羚冲击千元高端产品线，这4大品牌在同一天发布的重点企划，均选择了王一博作为形象代表。这一现象引发行业关注，折射出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策略的转变。从奢侈品到汽车，从美妆到国货，王一博的代言版图跨越多个领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路易威登此次采用即看即买的销售模式，秀场展示的商品即刻在官方小程序开放购买。这种将国际秀场与即时销售相结合的方式，在奢侈品牌中尚属创新尝试。选择王一博作为这一模式的推广大使，显示出品牌对他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影响力的认可。在美妆领域，百雀羚借助王一博形象推出千元高端系列，这一举措被视为国货品牌提升定位的积极探索。与此同时，香奈儿的限定短片与宝马的电动车型也都瞄准了年轻消费市场。多个品牌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天发布与王一博相关的重磅企划，这种巧合背后反映的是品牌对中国市场消费趋势的共识。这种现象不仅关乎个人影响力，更体现出国际品牌对中国市场策略的调整。他们正在尝试通过更贴近本土消费者的传播方式，与年轻一代建立联系。从选择代言人到渠道创新，从产品定位到营销节奏，品牌方正在重新定义他们与中国市场的对话方式。这种转变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市场格局，值得持续关注。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王一博最近的商业成绩，大概就是他不是在签约品牌，而是在定义一种新的流量价值秩序。从路易威登到百雀羚，从国际奢牌到国货经典，王一博一天连揽4个不同领域的合作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狂欢，更是他个人影响力的实质性跃迁。有人说，这样的成绩是顶流的特权，但对王一博而言，这更像是10年沉淀后的自然结果，是实力与价值双重认证的体现。细看这4个品牌的类型，就能发现王一博的商业布局早已超越单一的明星代言逻辑。LV 代表国际高奢，是时尚圈话语权的顶端；百雀羚则象征中国本土品牌的民族自信。再加上运动与生活方式类品牌的合作，王一博的商业路径已经从偶像带货升级为文化链接者。他不再只是穿衣好看、镜头上吸睛的艺人，而是能让不同品牌在他身上找到叙事落点的桥梁型人物。这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，能在不同语境中自如切换，仍旧保持品牌契合度和个体辨识度。这一切的背后，其实是王一博多领域发展的长期积淀。演员、歌手、舞者、赛车手，这些身份看似分散，却让他具备了多维的表达空间。时尚圈看重气场与个人风格，他有舞台感；运动品牌看重专业态度与精神传达，他有赛车精神；生活品牌需要真实共鸣，他的低调生活感又恰好契合。这种多面而统一的特质，让王一博成为极少数能够在不同商业体系中保持高热度的艺人，也让他的代言自然带有一种说服力，不是刻意的营销，而是生活化的投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王一博在选择品牌上的态度，透露出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。他的代言名单中，很少出现争议性或短线营销型的品牌，大多数合作都是长线、有文化底蕴或国际认可度的对象。这种稳定与克制，让他的商业口碑逐年提升，也让公众逐渐意识到，王一博不是被推上去的顶流，而是靠实力稳住的顶流。他的商业决策中有逻辑，有选择，更有深思熟虑的自我定位。与此同时，这波4喜连中的热度，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王一博效应。粉丝为他骄傲，业内人士称他为最具品牌价值的青年艺人，而普通观众也开始重新审视偶像的定义。在流量时代，许多艺人被贴上短期热度的标签，但王一博却用一场场跨界合作，证明了热度可以转化为长期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销量与曝光，
更体现在品牌与观众心中那种信任感的建立上。有人调侃说，王一博现在的商业成绩已经到了无缝衔接的程度。刚看到他在 LV 秀场上优雅出镜，转眼又出现在百雀羚广告中温柔护肤，这种反差感非但不突兀，反而让人觉得自然。这种气质兼容力，正是一个艺人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，因为他不再依附于任何一个圈层，而是能在各种语境下自成风格，自成一派。回望他出道初期，从舞台少年到如今的全能艺人，王一博几乎用行动诠释了稳中求变的成长哲学。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娱乐环境，他始终坚持用作品、实力与态度说话，而非争议与炒作。这种难得的清醒与自律，也让他的商业合作更显珍贵。品牌与他合作，看重的不仅是曝光量，更是价值观的契合与精神层面的呼应。或许这正是王一博能够横跨国际与国货的关键所在。它不是单纯的形象代言，而是一种情绪与精神的载体。对年轻人而言，它代表着努力也能改变命运；对品牌而言，它象征着坚持可以成就长期价值。这样的能量已经超越了娱乐本身，成为社会层面的共识。最后想对读者说，王一博的故事其实是一种持续成长的隐喻。它告诉我们，光环背后没有捷径，所有被看到的高光都是无数日夜打磨的结果。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，若能像他那样保持专注，稳步前行，总有一天你也能从一个舞台走到更多的舞台。当下的王一博也许已经站在顶峰，但他仍在不断攀登，这才是最令人敬佩的地方。所以当下次再看到他官宣新合作、新身份时，请不要只看那一瞬间的热度，而要看到背后那份长久的积淀与坚持。因为真正的顶流，从不靠运气，而是靠一场又一场不为人知的努力，铺成属于自己的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